别碰他！他体内的3种毒物正在以毒攻毒，若是集合几大高人的内力，为他打通人毒诸穴，或许还有得救。快动手！快，大家一起动手！兄弟，田总，兄弟，他已经没事了，扶他进房休息吧。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快！多谢大侠出手相助，请问，在下杨叔，田纵是在下的犬子。哦，戚继光见过杨大侠。哦，见过戚将军。
天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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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瓜，文梅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一次我死里逃生，我全身的经脉已经被打通了。 比以前还要好，放心吧。我告诉你，杨天纵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许再做傻事，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说，我看看你伤好了没有？杨兄弟，爹，啊，爹，孩子，你还在休养期间，来，快坐下来吧。爹，您先坐。嗯。 孩子，你助戚将军抗倭，爹甚感欣慰。只是你做事如此拼命，让爹很担心呐。您是我大哥的爹，难怪武功这么好啊！这是哦，爹，这是我的义弟封盖老五。哎，那您如果是我大哥的爹，那也就是我疯子的爹。 我给您当儿子好不好啊？果然是疯得可爱。好，就依你，我就收下你这个疯儿子。真的，我封武有爹了。爹，这位是郭姑娘。杨伯伯好。郭姑娘好。孩子。 你可知此次是什么救了你的性命？莫非是爹爹和大家的内力？非也。那是什么？真正救命的解药，就是最后一位王毒。王毒？王毒？爹，这王毒可是世间制毒之物。 如何能救我的性命？王毒虽是毒中之王，最毒者莫过于王毒。但也许是你之前中了五毒，又服了鹤顶红这至阴和至阳的剧毒，在我儿体内形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反应。你真的是很幸运呐！ 这毒没要了你的性命，反而延长了你的生命，增强了你的功力。当反应发展到顶点，毒性爆发的时候，王毒突然进入，3种毒素在你体内以毒攻毒，使得这些毒性自然化解了。三种，前辈，那您的意思，在那个时候，五毒会已不是五毒会，鹤顶红也不是鹤顶红了。 孩子，你不愧是爹的好儿子。若不是你牺牲自己，以身挡住毒气散发，戚将军的千军万马
都会化于无形，江浙的海防也会更加空虚，倭寇便会肆意横行。做得好。虽然爹怪你不爱惜身体发肤，但是爹为你骄傲。爹，戚将军都跟我说了，你在台州的时候，你为了救张小姐中了五毒会。其实那时你已经万难活命，但你为了去大门岛救出郭女侠和风少侠，又服下鹤顶红，最后为了救大家，又再中王毒。不过最终的结果是，几种毒素在你的体内化于无形。孩子，是你的侠义仁厚救了你自己。爹，我这也是因祸得福。天纵哥，这不光是因祸得福，而且是因无我而得福，因侠义而得福啊！就是嘛，我大哥大仁大义，心中只有兄弟，而全无自己。老天爷才不会让他死呢，老天爷也不敢让他死，是不是大哥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今后谨记啊！是，孩儿记住了。没错，我大哥就是当时的大侠。啊，当然了，还有爹呢，您是大侠啊！哎，兄弟啊，不许胡说！大侠二字，我万万当不起。你怎么当不起？你当然当得起了。当时大侠，当时中毒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我当时感到自己快要炸开了，浑身上下的血液如翻江倒海一样在向外涌出，我身上的每一个伤口都在喷血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爆竹，随时都会炸开，然后就是疼痛，挫骨剜肉般的疼痛。之后就没有知觉了。好在都已经过去了。嗯。我该怎么办？法王肯定不会派高手来，他和肥元，甚至他的徒弟也肯定不会亲自来，这一定会被识破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只能离开了。可是若贤怎么办？铁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这一路你都心不在焉的。有吗？刚刚我们走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这荒山野岭的，谁知道叫什么？地名就在那边的石壁上刻着，叫野狐岭。我怎么没看到？你当然看不到了，心不在焉的。前面的路越来越险了，你可要打起精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有倭寇！
还想杀七将军、于将军？朱将军，你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原来你就是那个奸细。若仙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九如法王他们，反朝廷，杀昏君，为我们的父亲报仇。原来你真的是奸细。我不能和杀父仇人为伍，我要利用倭寇和海盗他们为我爹报仇。所以，你就投奔了倭寇。这不是投奔，是利用他们杀敌。谁是你的敌人？是我，是杨大哥，还是齐将军、于大人他们？不错，他们都是我的敌人，我一定会杀了他们。他们为了我们的父亲，2度出生入死，甚至还救了我们的命。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敌人呢？我不管，谁挡我杀君之路，就是我朱铁桥的死敌。师兄，你别再糊涂了。我们的个人恩怨，怎么能跟国家大事相提并论呢？只要杀了昏君，国家就能平安，百姓也能安宁。那倭寇和海盗呢？他们就可以鱼肉百姓，涂炭生灵吗？那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杀了昏君，法王就会倒戈，将倭寇赶出去。这是他们跟你说的，这些话你也能信？我信，谁能帮我报仇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师兄，你要报仇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你不能敌我不分，助纣为虐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们杀完倭寇，我就跟你一起回京，杀了严嵩，还有那个昏君。可是现在，若贤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单凭我们2个的力量是报不了仇的。我们只有联络海盗和倭寇的力量，才能打败明军。只有打败明军，才能推翻朝廷，才能杀得了昏君。你现在做的是卖国的事情，你是走狗。朱伯伯不会让像走狗一样的儿子为他报仇的。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求你跟我回去，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，我就是死都不回去。我一想到杨天纵，我就觉得恶心。要不是你被他鬼迷心窍的话，也许我会听你的话。这是我们个人的事，怎么能跟国家大事相提并论呢？够了，这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复仇之路，我只能这么做。若仙，跟我走吧，我会对你一辈子好的。只要咱们杀了昏君，我们就归隐山林，白头到老。我会给你一辈子幸福。我现在跟倭寇联手，那只是暂时的，你相信我。闭嘴！从小到大，我都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。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自私到如此的地步。我哪儿都不会跟你去，我不会跟你助纣为虐，祸国殃民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若贤，你不要再固执了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戚继光，什么杨天纵，挡我者都得死。朱铁桥，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。你要是还有血性的话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。你要执意不回去，那我们就恩断义绝。有能耐，我们战场上见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是敌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动手吧！
若仙，我必须带你走。义父，你觉得我们这次攻打温州城有多少胜算？你怎么会认为义父会攻打温州城呢？义父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接到密报，不是说温州城布防空虚，咱们此次就是要乘虚而入吗？错，咱们来温州只是虚晃一枪。孩儿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元正啊，你还记得戚继光是怎么攻打大门岛的吗？大门岛？我记得我们收到朱铁桥的密报，说是胡宗宪率领主力明攻陈余岛，然后戚继光率3000人偷袭大门岛，救出杨天纵。对，实际情况是戚继光带领了3000人想打大门岛，而当我们到了岛上之后，想给戚继光瓮中捉鳖之时，胡宗宪却率领了主力大军攻上了岛，包围了我们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咱们收到的消息是假的。孺子可教。这么说，姓朱的那小子又逃到戚继光那边去了？这种可能性不大，我想8成是暴露了。总之，他送来的消息也信不过了。密报上说，温州城现在布防空虚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们前面就会有明军在等我们。那义父既然知道这是一计，我们干嘛还要铤而走险？将计就计。如果我们不来的话，戚继光就会有所察觉。一旦他发现裴元勋率领的主力大军已经奔赴杭州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说什么？裴元勋率领咱们的主力去杭州了？不错。如果他们想消灭我们3000人，我想应该有1万的兵力才可以。当他们发现我们要奇袭温州，我们就要有2万人才行。这样的话，总共他们要有5万人来合力击溃我们。而江浙地区明军总共才10万人，江苏5万人，浙江也只有6万兵力。沿海他们还布防了2万多人。所以说，杭州现在是一个空城。这么说，咱们这次来温州，只是诱敌之计。所谓兵不厌诈，此刻不像我们中原武林你杀我杀的，这是计中之计，计中计，所以我们才有取胜的把握。可是我们只有3000人，绝对不是明军主力的对手。我们不会和明军相逢，一旦遇到明军，我们金蝉脱壳即可。你我可以金蝉脱壳，可是我们这3000人马，这3000人马自然走不了，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拖延时间呢。义父是要牺牲这3000人。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义父好计谋。要是咱们的杀手再在沿途杀了戚继光和于大猷，那咱们就更是胜券在握了。你真的认为戚继光和于大糅会在去福建的路上？啊？朱铁桥的密报显示，戚继光已经改变了去福建的计划。现在在路上的应该是朱铁桥、张若贤和假戚继光，还有于大糅。可是朱铁桥已经暴露，那他的情报必然也就不准。
这也未必。戚继光想支开朱铁桥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戚继光的路线，防止他来向我们通风报信。朱铁桥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了。他可以算是一枚弃子了。但在抛弃他之前，我想再利用他一把。戚继光想用朱铁桥设计我再反过来将他一军。义父，这么好的计划，你为什么全瞒着我？因为保密嘛。这个计中计只有我和肥元勋知道。可是我毕竟是海鹰帮的大头领。你当然是海鹰帮的大头领，但是在我面前，你是我的亲人，是我的儿子，准女婿。对，如果我们在这点事上斤斤计较，那我们还能算是一家人吗？孩儿知错了。好啊，元璋，做好准备。明军戚继光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。来，将军，二位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将军，乐清一带未发现倭寇，台州一线也没有发现敌人。于将军认为倭寇的主力一定在这里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温州，所以命我二人率队来援。于将军估计，进犯温州的倭寇不少于5万人。5万人？对。那在兵力上，应该跟我们旗鼓相当啊。可是他们也不会料到我在这里，此意，他们是想仗着人多，以为我守着乐清和台州，所以才敢冒险深入。戚继光要真想伏击咱们，应该就是这里。这是伏击的好地方。哎，你们听令啊！全体将士做好准备，提高警惕。一旦遇到明军阻拦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。是。只要一开战，咱们几个马上就走。是。领枪，在。命令大军全速前进。是。法王有令，全速前进。这。戚将军，杨少侠，戚将军，根据我们的观察，那支倭寇的队伍最多不过3000人，而且除了王元正，还有九如以及他的3个弟子以外，其余的人并没有出现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倭寇的主力部队。这会不会是他们的一个圈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温州。可台州和乐清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啊。我说，那倭寇会不会躲在陈余岛上不出来？我想，他们用的一定是调虎离山之计。这
浙江所有的军队都已经调到这里，他们要再进犯其他地方，就麻烦了。现在他们的目标，我们都无法确定。将军，我有一计，可以试一试。哦，杨手下快讲。九如法王，如果我们跟他一交手，他肯定会赶过去跟大部队会合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盯紧九如法王。杨手下想得周到，就这么办吧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放箭！放箭！宋将军，你去追杨少侠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报告。文将军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其他将士，跟我走。来，若贤，喝水。若贤，客官，您的面来了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吃面。若贤，等吃完面我们就赶路，咱们路上买匹马，这样我们就能快得多了。等到了杭州城，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。哎，卖马了啊！卖马！我去看看。上好的千里马！卖马了啊！千里马！步行千里，夜走800，膘肥体壮，千里马了啊！
若贤，还真有卖马的，我去买马，你稍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卖马的，哎，你这马卖多少钱5两银子。若贤，马买好了，等我们吃完面，我们就赶路。你是怎么解开穴道的？弃暗投明吧，你依然是我的好师兄。你错了，若贤，我只是不愿做朝廷昏君的走狗，我这才是真正的弃暗投明。你敌我不分，既然去做倭寇的走狗，今天我就要清你门户！没想到我们居然走到这一步。我们不应该是敌人。能死在你手里，我也了无遗憾了。动手吧。好自为之吧。若贤，多谢杨伯伯大救之恩。哦，姑娘，你受委屈了。伯伯，我师兄他……不用说了，你们在山里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真没有想到，那朱公子，他竟然做了倭寇的爪牙，真是可悲。伯伯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您不是应该跟天纵哥他们在乐清吗？此话说来话长，以后我再告诉你吧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姑娘，朱公子说是要去杭州，我没听错吧？他是说过。你知道他为何要去杭州吗？是啊。他为什么要去杭州呢？这就怪了。他既投了倭寇，又带着你，应该去温州或陈宇，与倭寇海盗会合才是。可他偏偏要去并无倭寇海盗的杭州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杭州是两江总督府所在地，也是明军重兵防守之地。可据我所知，杭州现在已无重兵，明军大部分已经调到温州、乐清和台州。现在去杭州，难道他们要偷袭杭州？不管怎样，都有这种可能。我们现在就得去杭州。好，前面40里有个驿站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法王，
大头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吃了饭马上走。请。哎，你们几个在这里隐蔽，我过去看一下，等着我。啊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了啊。哎，盯他们2天了，这帮王八蛋要去哪儿啊？仙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，你喝吧。你先喝。等咱们拿下杭州，我给你弄一屋子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。谁？义父，你看到人了？也许是我听错了。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是师傅。大哥，咱们可追不上马呀！哎，咱们不用追，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杭州。杭州？他们去杭州干什么呀？这些倭寇只是在温州虚晃一枪，他们真想打的是杭州。切，就凭他们几个人，倭寇的大部队恐怕已经到达杭州城了。啊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走。报大将军，小的已将马送到了长乐。另外，明军并无异样，沿途未见任何不防。守军已被戚继光调到温州了，他拿什么不防？下去。是。离杭州城还有不足100里，走顺的话，后天天亮即可抵达杭州城下。就如法王他们有了马，也一定能按时赶到。明军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们会绕1000里奔袭杭州。中原人讲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杭州是遍地黄金的地方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若是惊动了明军，进得了进不了杭州城还说不准呢。我们一路走的都是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，上岸登陆以后，我们绕过了所有的村寨。所谓神不知鬼不觉，明军绝对发现不了我们。但愿如此吧。叔叔，请你不用担心，大明的军队除了戚继光的队伍，其他的都没有战斗力和警惕性。只要我们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就会不战而逃。只要我们混进城里的人能按时打开城门，那数不尽的金银财宝，还有无数的美女，都在等着我们。哼，别光想着女人。若是杭州得手，我们还要进到江浙明军，控制整个江浙，先占了明朝最富饶的地区，形成和明朝分庭抗礼之势，这才是此次行动的目的。我们出发吧。是。出发。将军，你有何事？昨晚驿站来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叫杨树，女的
自称是张京张大人之女。他们说倭寇极有可能进攻杭州，请将军火速驰援。杭州？走那么远的路，他们人呢？昨晚连夜赶去杭州了。他们怎么会去杭州？看来倭寇已经知道，杭州是一座空城。走那么远的路，他们就不怕被发现吗？如果倭寇夜行小宿，以宁波和绍兴仅有的兵力，我们是很难发现的。这些军队都养尊处优惯了，我听说他们在夜里连岗哨都不设。如果他们能发现倭寇，哼，那才怪了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将军，小的叫秦安。秦安。秦将军，驾！驾！宋将军。将军，倭寇要突袭杭州，估计明日天亮便可到达杭州城下。杨少侠告诉你的？是。杨少侠亲耳听九如法王所说，他让向心师傅回头迎我，并以最快的速度禀报将军，还请将军尽快赶往杭州。他们已经去了杭州。是。向心师傅说他们会设法拖住倭寇大军。秦安，在。杭州可有人汇报？昨天连夜已经派人通知了。好，我命令你现在火速去往台州，请于总兵带所有兵力攻打陈余岛。此次倭寇全力去往杭州，岛内必定空虚，于总兵此役必大获全胜。是。这。郑国听令，末将在。你率所有步兵轻装简行，抄近路，穿过会稽山，直奔杭州，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。如果杭州被倭寇包围了，不必等我命令，立刻展开进攻，杀他个溃不成军。是。将军，如果末将赶到之时，倭寇已攻破杭州，末将该如何处置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就包围杭州，直到杀尽最后一个倭寇。遵命。住嘴听令。末将在。所有骑兵跟我奔袭杭州倭寇。出发！这！随我奔赴杭州！撤！到得了杭州吗？照这速度，很快就到了。这。守城的明军不过1000多人，光我们混进来的兄弟就有300多人，这1000多明军还不够老子砍的呢。老大，可是这帮老百姓也很难办呐。你们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临阵退缩的下场。老百姓都是乌合之众，我们一个人能杀他们100个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现在扮成中国人，跟着老百姓上城墙，混在他们当中。等飞员大人一到，你们就一起动手，杀了那些守城的百姓和官兵，然后尽快打开城门。那你们呢？我们去总督府，杀明朝总督。兄弟们，跟我走，走。杭州城的繁华你们都看到了，能不能吃到这块肥肉，就看我们的了。飞员大人说了，只要杀了那个明朝总督，每个人赏黄金100两。100两。
杭州城的美女，让你们玩个够！抢房子，抢住房，抢女人，抢！去总督府，分3个小队，我们只是其中之一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如果要是让别的小队杀了那个明朝总督，我们可就连女人和皇帝的味儿都闻不着了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听到城外的号炮声，我们就一起冲出去，像砍西瓜一样，砍碎每个中国人的脑袋。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城中还有多少守军？1100人。什么？1100人？前些日子，戚将军和于将军将大部守军兵马调往台州和温州一线。我知道这些。守军已上城墙布防了吗？已经全部登城，但由于人数太少，太少！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？求援的人都派出去了吗？派出去了。城中能动员多少百姓？大约5000余人。好，太好了，有人就比没人强。你们记住，凡青壮年这次不参加守城者，战后一律按通倭之罪，绝不宽恕。是，大帅，末将以为靠我们现在的力量是绝对守不住的。倭寇有5万之众啊！什么意思？你想临阵脱逃吗？末将不敢。末将定将与杭州城共存亡。那你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？末将恳求大帅速速撤出杭州。末将就是战死也不会离开杭州半步。不要说了，本帅绝不离开杭州半步。大帅守城之志，气冲牛头，当为万世师表。但臣等不能让大帅在此冒险，还请大帅立刻离城，前往绍兴。速速离城。好了，本帅若是弃城而去，上对不起皇上，下对不起黎民百姓，且会留下千古骂名。本帅就站在这儿，指挥守城，一步也不离开。大帅，谁敢再言离城，斩！好了，你们都上城墙上去吧。要是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向本官报告。是。好了，去吧。擒贼先擒王，先杀了这几个倭寇，倭寇失去指挥之后，必定会自乱。对啊，但是我相信你能懂得道理，倭寇也会明白。你是说，杭州城里的胡大人？正是。郭姑娘，你马上动身，立即进杭州城，保护胡大人。好。大哥，让冰山一个人去怎么行啊？多危险啊！我陪他去吧。啊！郭姑娘武功高强，况且混入城中的倭寇是不入流的，以郭姑娘的武功制服他们不在话下。郭姑娘，时间不早了，这离杭州城还有1段路，出发吧。你们大家都要小心。你也小心。对了，你转告胡大人，务必要坚持2个时辰。一旦让倭寇攻破城池，再想消灭他们，就会难上加难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走，大哥，我们是不是按之前说好的干？对，烧死他们，顺便引开那几个高手。
这是我们日本的战神。雕虫小技，竟敢在我面前献丑！过去看看。嗨。呀！呀！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正好，你鬼叫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接住我呀？废物，你那么沉，谁接得住你啊？你上下边来试试。这两个臭小子竟然冒充我们的战神！嘘，你嘘什么嘘啊？你当他们是聋子啊？我都说你出的是馊主意了。你这还真是铁的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为了这衣服，毁了2锅，铁锅！哪来的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？好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！山龙！这些小孩子把戏，龙箭手，把他给我射下来！哎，请你们喝酒，让你们喝个够！哇，和尚，你这么慢呐！和尚，你对付哪个啊？你先挑吧。这次可是你让我挑的啊，以后不许怪我。你什么时候真心让了我，你就先挑吧。我选那后边3个奇形怪状的，他们用的兵器好玩，我给他们抢过来玩玩啊。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好好好。和尚，加油！加油！八嘎！让你们尝尝日本武士的厉害！呀！
要见识见识，是中国功夫厉害，还是日本忍术厉害？啊？你们问我叫什么？嘿嘿，你们叫我风爷爷就行了啊！你们明朝曾经强大，可现在已经没落了。日本文化虽源自于你们中国，现在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在我们明朝，孙子见爷爷那是得下跪的。日本忍术源于中国功夫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中国人过招，打败你，让你知道日本忍术的厉害。叽里哇啦的说什么呢？不跪是吧？好，我打得你们3个跪地求饶。你看不起日本忍术，师兄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动手吧！哎，等等。哎呀，在明朝，孙子打爷爷那可是大逆不道。好，今儿我风爷爷就教训教训你们这3个小兔崽子。来来来来来！
大哥，叔叔，人家可是300年前武林至尊黄老邪的看家必杀绝技。什么黄老邪？他这就是耍无赖！飞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黄老邪乃是300年前武林的顶尖高手，此招完全是玉石俱焚之计。刚才飞远大人，你要是身形不变不沉，我想现在这小子已经成为你的刀下鬼了。哼，那我的脑袋还能在吗？这一招看的是勇气，你死他就死，你要想活他就胜，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你是说我怕死？哎，以飞远大人的武功，一定是在这小子之上。况且你也不想死，这样死也不值啊！啊，哼，刚才如果是法王你，又如何呢？不。那我的想法一定和飞远大人一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彼此。法王果然坦荡大度。哎，什么坦荡大度，最多就是怕死鬼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一个个说的花里胡哨的，全都是怕死鬼。毛毛虫、缩头乌龟，对。驴粪蛋，好，烂狗屎，是你还你，没词了。大哥还有什么词儿啊？和尚，告诉他，烂柿子。对，烂柿子。死到临头了还耍嘴皮子，本头领今天就把你这个臭要饭的打成烂柿子。元正，且慢。怎么？我们在这里跟这小子打斗，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法王说的对，这小子就是想拖延我们攻打杭州的时间。元正，法王，你立马让大队人马去杭州。我想戚继光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是。一郎，你和王大头领一起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嗨。义父。我想带仙子跟我一块儿去。也好，等你打下杭州之后，我给你们2个热热闹闹的办婚礼。慢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让仙子和元正办婚事。怎么，你想说什么吗？仙子
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。混蛋，死兄弟，兄弟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听我跟你说，这仙子都要嫁给那个有毒的王八蛋了，我能冷静吗？我……哎，行，兄弟，依我看，那个金刀仙子，她并不愿意嫁给王元璋。真的？不行，他得亲自告诉我。行了，你相信大哥，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会长，过来。我们在这里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尽快抓紧时间赶到杭州城去，所以一定要冲出去。哼，想走？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上！飞燕军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快受死！田总，刚才你那招流风回血使得不错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高手过招稍纵即逝，对方又是以多胜少，需要想起路后招。爹，刚才是孩儿一时大意，又在狡辩，学艺不精就是学艺不精。田总哥，师兄呢？哎，仙仙，那火药童子他不是好人，为他伤心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你是杨树。在下就是杨树。哼，好得很。怎么个好法？你们父子俩将一起死在这里，那不是天大的好法吗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哼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跟飞元君在一起，
一定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就试试吧。田总，去杭州，这里交给我了。爹，快去。是，走。拦住他们！师傅，师傅，杨叔见过师太，谢师太相助。你嘴上说谢，心里却在怪我多管闲事吧？杨叔不敢。你一个人虽然能杀了这几个孽畜，可既然我来了，总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吧？这彩头怎能让你先占了去？师太说的对，那这样，这些倭寇交给我，你的师傅和徒弟就劳烦师太了。哎，我正要见识见识这些个倭寇的飞刀大阵呢，这便宜怎么能让你占了？还是你去对付那师徒老怪吧。好，哎，去杭州要紧，走。随他们去吧。我来的时候，戚继光已经带着他的骑兵赶往杭州了，想必大军很快就会赶到。杨大侠，你随我来，我有话要同你谈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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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倭寇大军到了！快去报告胡大人，倭寇打来了。是。报！报！大帅，慌什么？慢
人说，大帅，倭寇已抵达城外，马上就要攻城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少说有5万人。好了，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大帅，弗里舍的人不多了，是不是该把卫队调回来？不行，敌我力量悬殊太大，卫队必须留在城墙上营地。可是大帅，不用说了，守不住就别来见我。是，去吧。杨叔，你忘记当年你我的约定了吗？你们杨家人不能与我峨眉派的弟子有任何瓜葛。你忘记这个约定了吗？我记得。师太，你在峨眉山清修了10几年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才下山的。不错，我的儿子天纵和峨眉派的女弟子情谊颇深。你养的好儿子，文梅可是我的嫡传弟子。什么？怪不得他的笛声和你当年……不要再提当年的事了。我只问你，你还遵不遵守当年的约定？你我的约定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了。这些日子，我看着这2个孩子的点点滴滴，情真意切，我心里也在反思，我们为什么要用上一辈的恩仇来为难下一辈呢？住口！你已经害了我了，你难道还要让你的儿子来害我的徒儿吗？你堂堂一代大侠，难道要做一个世越小人吗？你这是何苦呢？红尘纷繁，我已错过，我绝不能让问梅再错。杨叔，你若不遵约管束你的儿子，我就替你管束。只是到时候不要怪我下手太重。好吧，我会约束我的儿子。师太，现在军情紧急，我们还是快点赶去杭州城吧。